好，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台湾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教授陈建光。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实验室的技术，就是快速的利用雷射与我们的绕射镜片来检测血液中循环肿瘤细胞。好，那为什么要发展这个技术呢？那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个液态切片的技术。那液态切片的艺术代表从你的人的血液中，抽取出血液，然后利用血液的成分来去预测你的身体的状况。一般的液态的切片，它市场的已经越来越大了。然后在预测上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目前的市场呢，在2030年被预测到大概会到达2个 billion 的 US dollar， 非常非常多。然后它也经常被用在那个如何去治疗你的疾病的方面。好，在液态切片里面呢，循环肿瘤细胞呢是一个很特殊的指标。那什么是循环肿瘤细胞呢？就代表说，如果一个人他身体有了一个肿瘤，那他的肿瘤呢会连接你的血管，此时呢你的 CTC 循环肿瘤细胞简称 CTC， 它会沿着肿瘤跑出来，然后在你的周边血进行循环，然后它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呢，它就会进行着床，然后增生它的肿瘤，增生肿瘤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样子的一个细胞呢，就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对于你的肿瘤的监控有着非常重要的指标。好，那我们就是先是发展了一个流体的晶片呢，跟一个雷射的系统。那可以看到右上角我们可以看到的晶片，它是一个可抛式的晶片，大概是它用过一次就急丢的，成本非常便宜。然后它有两个开口，一个是这样血液，一个进一个出。然后呢，当血液我们只要抽3cc 的血啊，冲过这个晶片呢，那 CTC 呢就是循环肿瘤，它就被留在这个我们的晶片上面。好，那这个清洗之后，我们可以经过雷射来进行绕射的一个检测。那由于我们看到晶片中间有我们实验室设计的一些绕射的图案啊，当 CTC 附着在这个晶片上面的时候呢，它的绕射的强度就会产生改变。好，那产生改变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利用这个改变呢来预测说这一批血 3cc 里面有多少个 CTC 的量。好，大家看到右下角有一个图形，就是我们做的减量线。然后它有很多临床的试验来印证我们做的这个 CTC 的检测，在医学上是非常非常有效用的。好，那我们做了第一个，我们做的临床实验是要做子宫内膜癌的一个实验。那子宫内膜癌的实验的临床试验，它是当患者被诊断出有子宫内膜癌的时候，医生一般而言都会开刀切除。但是开刀的话呢，你很难去说你开刀精不精准，会不会复发？复发是很重要的。好，那我们做了24个病人呢，在台中荣总呢，看24个病人，那我们跟 CA125 是所谓的癌症指标，它的准确其实不是很高了。大家看左边呢，大概是我们的 CTC 的数量呢，它可以看到，它在手术完3个月后，CTC 清除，那医生就认为，它已经成功的移除这个肿瘤。而如果还有 CTC 的话，那可能有复发的风险，那我们就成功找到一些复发病人。那另外一边呢，用 CA125 就是目前医院正在使用的癌症指标，其实它的变化率不大，而且子宫内膜癌会受到女生经期影响，高低起伏不定，所以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变化，所以我们精准度是在临床应用上是超过 CA125 癌症指标的。好，下一个我们会做的癌症叫做食道癌。那食道癌呢，一般来讲会用胃镜来诊断出有食道癌。那诊断出来的话，医生一般第一个会开始进行化疗。那这里为什么一个红色的问号呢？因为所有的 SOP 食道癌就是进行完化疗，然后接着进行食道重建手术。食道重建手术就是把你的胃整个拉到食道，变成食道，把原来食道这样切除。这个工程是非常非常浩大。那医生认为，其实有些病人他并不需要进行整个食道重建手术，对啊，所以呢，他就利用我们的 CT 来判断，如果你在化疗后你的 CTC 已经降到0的话，那医生基本上就进行观察。不会进行食道重建手术。好，这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那我们一般也跟 CT 来比较，因为 CT 其实有时候看不太出来它食道变化，所以呢，现在的食道癌的建立 SOP 就直接把食道移除进行食道重建手术。可是这样会造成很多病人他从此就没有食道，所以在医生他认为，这样子的 CT 的检测在
这个治疗上是有革命性的影响的。好，那一般我们如果刚换了抗体，我们可以检测其他的叫鼠疫的一个杆菌。那鼠疫啊、炭疽都是目前恐怖攻击的生化武器。那这些东西呢，其实检测上是国防战备很需要的物资啦。那我们也做了一些鼠疫的检测，是国防预防医学研究所我们做这个实验的。我们可以看到右下角它是市售的一些商品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市售大概它灵敏度在10的5次方 CFU/ml/。然后呢，我们做出来的话，大概有100 CFU/ml 的话，就可以检测出鼠疫杆菌，比目前市售的灵敏度要高1000倍。好，那其他有什么检测 CTC 的东西呢？那首先第一种呢，就是叫做 Cell Search， 它是美国 FDA 核准的一个仪器，然后但是呢，它是用磁珠来捕捉血液中的 CTC， 然后再用磁铁把它吸起来，再用荧光来看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因为血里面有很多种东西所以用5种荧光来染这个东西，所以光用5种的染剂还要人来看一颗一颗细胞，它的造价非常非常贵，而且最后它的细胞是死的，没有办法做你的用药指引。所以目前 CDC 的发展，因为这样这台机体也停产了，因为受到限制。第二种当然坊间很多一些流体的晶片也是来检测 CTC。但是这些 CT 通常用一些还是用荧光的方式看，那荧光就需要染色人为去看或者扫描，这也是耗费非常大的人力跟物力啦，或是用很大仪器来看，所以目前造价也是非常非常昂贵。好，那其他有没有来监控癌细胞的东西呢？最主要有3个，第一个就是 CT， 就是所谓的电脑断层。电脑断层大概就是看你很多个影像嘛，然后看你癌细胞肿瘤大小。第二 MRI 也是看你肿瘤大小这2个有个特性，就是你都要用眼睛看。那其实医生很难看出你肿瘤大小的变化嘛，因为你的肿瘤不太弱小了，在 0.1 mm 你也很难看出有什么变化。那第3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CA5， 就叫做癌症的指标，就 CA5 或 CEA 这些东西。如果各位去医院的话，医生都会可以检测这个。不过它会受到一些你熬个夜可能的这些体内的这些东西，它就会产生改变，所以非常非常不准确。所以我们整理了一个表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，我们也可以 CT 跟 MRI 是目前医院最主流的。那这2个东西呢，其实做起来都非常非常贵，那需要人力成本，然后还有空间要很大，医院要很大的东西装这些东西。当然它现在目前有健保啦，那精确度也很高。那为什么高？因为你癌症肿瘤缩小，你都看见，肉眼看，当然精确高，但是通常耗的时间比较久但是它并没有告诉你用药指引，它只是告诉你肿瘤大小而已。所以它通常会如果你用一个化疗要有效，通常要经过3个月，你才会知道结果。那 CTC 它的反应速度比较快当你的化疗的药物有效的时候，你的 CT 的数目就马上减少。它意思是这样对于癌末病人，你治疗时间是黄金时期，你不可能用一组药3个月，用第2组又就半年了，那可能就很多人就不幸往生了。那用 CTC 来检测你的用药指引的话，你就会非常快速，你可能1周就可以看到 CTC 它的变化。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胃镜也是造成病人不舒服还有其他的流体静脉，其他造价也是都非常非常高。那因为只要牵扯到用荧光来看细胞，就会非常非常的慢，没有办法让这样子的东西非常非常落实，而且都是用眼睛看，人眼睛看就会有误差。好，那所以这边用指数的话，大概只有癌症指标跟我们的 CTC的方式，它可以用指数的方式，用指数的方式就不会有问题，就是稳定，不会有人为的误差，这是它的非常好的一个优点。好，那整个商业模式建立起来，就是我们由上游来进行它的晶片制作，那我们的公司呢就可以负责晶片的制造，去检测各种不同的鼠疫或不同的癌症，因为不同癌症不同的治疗法，有不同的 CTC 的抗体抗原，然后也可以上游也可以晶片封装。然后呢，那合作伙伴呢就医院，那我们会把仪器呢放在医院，那由医生自己操作。我们建立仪器使用非常简单，那只要医生或医检师一个按键呢，你就可以得到 CTC 的数目，不用人为去看去分辨一颗一颗数。好，然后客户端呢就大概是病人，那大概医生会建议病人说，那你要提供这个 CTC 的数值。另外呢，还有人提供新兴的就是保险，那是保险。
有时候我们刚提到的，因为食道癌要进 SOP 的治疗法是化疗再食道重建，这对医疗的保险其实耗费非常大。如果呢医疗公司的话可以把 CT 的检测纳入这个保险的话呢，那当然它也是一个新兴的商业模式啊，尤其是我们的检测非常非常便宜的话，对医疗保险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。好，那目前每年的癌症的病人产生的话大概是11万人，那11万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癌症啊，都总共加起来11万，每个有不同的商机，然后这些商机它会，那每一年大家都要追踪这些癌症到底会不会复发啊这些事情，所以它癌症累积的人数是成倍数一直成长的，所以这个我们预计这样子的技术呢，可以提供偏的方式，让这些人都可以去有一个 CTC 的指数。好，如果呢大家对我们这样的技术有兴趣的话，我们有提供大家联络的方式，可以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有信箱有电话，大家可以跟我联络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跟大家技术的介绍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聆听。